真心，如果你现在要买高阶路由器，真的可以直接网上看 WiFi 7路由器。那究竟 WiFi 7到底强在哪里？这期节目我们就一次讲清楚。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又到了次世代 WiFi 即将在台湾大量登场的时间点。2019的时候，我们带大家详细看过 WiFi 6，而今年2024就是要带大家来看 WiFi 7啦。WiFi 7可以说是 WiFi 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更新，多亏了 WiFi 6解决了许多基础建设的问题，这也让 WiFi 7有机会更像完全体。开头就先讲2个 WiFi 7的重点就好。第一 ，MLO 网路，这可以说是 WiFi 7最重要的更新。过往我们的手机在连接路由器的时候，只能连接一个频段，例如连接 2.4 GHz， 连接5 GHz， 又或是61可以连接6 GHz， 但都是一次连一个频段。就算是智慧网路，实际上也是一次一个频段。而有了 MLO 之后，手机就可以同时连上 2.4、5以及6 GHz 3个频段，那这个调校空间、想象空间就很大了。像是你可以同时连接 2.4、5以及6 GHz 3个频段，也可以做到自动在3频间组合切换，增强连线的稳定性。又或是你可以透过5+6 GHz 双频连线，降低延迟等等。透过 MLO 多重连线技术，可以说是解开过往的频段束缚，现在可以在多个频段间自由调度，那自然也就多了非常多的玩法和解法啦。第二 ，WiFi 7的总数据量极速可以达到46 Gbps，MIMO 也提升到了16x16，对比 WiFi 6和61只能做到9.6 Gbps，WiFi 7直接翻了4.8倍，加起来根本是 Thunderbolt 等级的速度啊！那你说现在才来看 WiFi 7会不会太晚了？完全不会哦。实际上，无论是 WiFi 6E 还是 WiFi 7，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消费性 WiFi 首次加入了6 GHz 频段，这也让6E 和 WiFi 7从过往我们熟悉的 2.4 GHz、5 GHz 双频，直接来到 2.4、5以及6 GHz 3频的设计。不过现在问题就来了，台湾的6 GHz 一直都是管制频段，如果法规没有松绑，并且将6 GHz 的频段释出，那 WiFi 6E 和 WiFi 7当中的6 GHz 频段就只能永远被封印。而 WiFi 6E 最大的重点就是6 GHz 啊，如果6 GHz 不开放，那我干嘛不买 WiFi 6就好，价格更香还更便宜啊，反正也用不到6 GHz， 并且只要6 GHz 不开放的一天，原本支援 WiFi 6E 的手机、平板以及笔电，就只能透过封印6 GHz 的方式才能在台湾销售。没错，就是这样的发展脉络，6 GHz 迟迟不开放，也造成台湾的路由器市场可以说是直接跳过了6E世代。WiFi 6E 大概是在去年2023 8月底正式开通部分频段，一直到9月底由 TP-Link 打头阵，上了一大波6E 的机种啊，那时候很开心啊，台湾终于开通6E 了，普天同庆。然后呢？然后 WiFi 7马上就来了，真的是马上就来了。你看这张是去年9月 TP-Link 台湾发表会的照片，左边这里被挡住的就是6E，很开心6E终于开通，结果右边直接就是 WiFi 7啦，真的是马上就来，毫不夸张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与其买6E 的新机，不如直上 WiFi 7。这时候你肯定会问一个问题，那6E 比不上7，在价格上总会有优势吧？答案是完全没有。因为6E 太晚开台，基本上有引进的机种非常稀少，这也让高阶6E 的价格根本下不来。同时7的机种无论是协议还是硬体都比6E 强太多了。举个例子，过往高阶路由器台湾市场的售价大约单台都落在15000到2万之间，在6E 这边，现在你可以买到 TP-Link Archer AXE 200 Omni， 拥有3频 10.8 Gbps 的最高速度，一个 10GB 接孔，一个 2.5GB 接孔，4个 1GB 的接孔，以及 WiFi 6E 的通讯协定，甚至还有机械结构自动调整天线指向的设计。你单看规格的话 ，AXE 200 Omni 就已经可以说是非常豪华，官方售价19999。但是先别急，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豪华。同样2万内的预算，如果我看到 WiFi 7机种，你可以直上 Archer GE800， 这台同样是电竞定位的路由器 ，GE800 拥有3频19 Gbps 的最大速度，比6E 快翻了1倍。接下来超级豪华 ，GE800 居然给了2个 10GB 接孔，没错，2个10G 啊，甚至其中一个10GB 还可以切换到专业 Switch 常用的 SFP Plus 接口。消费性机种上直接塞 SFP 是真的有点猛啊！更猛的是 GE800 完全舍弃了1GB，旁边4个 LAN 全部都是 2.5GB 的接孔，真的有够豪华。
无线协议当然就是最新的 WiFi 7，拥有所有新优势，包括实测可以成功连上6 GHz 频段的网路，且用320 MHz 的翻倍频宽，4096的框，当然还有 WiFi 7最重要的 MLO 网路。然后重点中的重点，这台官方售价也只要18999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高阶请直上 WiFi 7，因为我看了一圈 WiFi 7世代不只是 WiFi 协议上的升级，在同样价格下，接孔和硬体规格明显都拉了一圈。光是给4个 2.5GB 就已经很豪华，还给了2个 10GB， 其中一个还可以切换到 SFP Plus， 真的超级扯。而且我看了一下，不只是 Gaming 定位的机种豪华，我还特别借来了 WiFi 7的 Mesh， 这台是 Deco B185 3颗族。你看，这真的超扯，连 Mesh 机种都有2个 10GB 搭配上2个 2.5GB 的接口，甚至 10GB 也有 SFP Plus 的 Combo， 而且不只是主机有，是3颗全部都有啊！我不知道这是第几个豪华了，但是真的豪华。所以做个小结论 ，WiFi 7之所以看起来这么香，那就是6E真的太晚上了。反正如果预算有到1万到15000以上的朋友，甚至其实6到8000，真的都建议看看当下 WiFi 7机种是否有更好的选择，因为真的可能比6E大幅强了一圈，然后还更便宜啊。好，说到这里，既然我们弄来了 Archer G800 这台高阶路由器，我们也顺便帮大家更新2024路由器选购指南，重点就放在 WiFi 7到底升级了什么。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咯。首先，我们先来聊最重要的问题 ：WiFi 7到底是什么 ？WiFi 7到底强在哪里？简单来说，自从 WiFi 技术出现开始，就分为了 802.11、A、G、B、N、AC、AX 以及最新的 B1，总共7代的通讯协议。其中 WiFi 几这个概念主要是在 AX 世代，也就是 WiFi 6当时出现的，所以往前推 AC 就是 WiFi 5，N 就是 WiFi 4，而最新的代号叫做 B1，也就是 WiFi 7。所以你只要在产品型号上看到 B1 开头，基本上就是 WiFi 7机种无误了。并且 WiFi 都是向下相容的，所以你直上最新的 WiFi 7，当然也向前去用 WiFi 6E、WiFi 6、WiFi 5、WiFi 4等等，以此类推，全部通知。其中上一世代的 WiFi 6其实就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包括大幅提高连接速度、大幅增加连线数量，并且解决 WiFi 间讯号干扰的问题。加上这几年主流网络供应商力推 WiFi 6也算是相当普及了。所以我自己其实蛮喜欢 WiFi 6当时推出市场的感觉，因为它不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是真的解决了很多大问题，并且在为下一个世代的 WiFi 做好准备。而现在那个更接近完全体的 WiFi 7，在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登场啦。我们还是来重点比较一下差异。WiFi 7这个世代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除了过往的 2.4 GHz、5 GHz 2大频段之外，跟6E相同，也拥有6 GHz 的频段可以运用。所以在 WiFi 7世代，大都会以 2.4、5以及6 GHz 3频供应服务。而若以无线连接的极限理论值来看 ，WiFi 7可以达到最高46 Gbps 的传输速度，对比 WiFi 6会是 9.6 Gbps，WiFi 5则是36 Gbps， 真的没在开玩笑。依照这个节奏，应该未来几年就会有总速比 Thunderbolt 还快的消费级路由器出现了。不过同时，这么高的传输速度在热量上也比以往更加可观，所以在 WiFi 7世代，其中一个有感改变的地方，就是大多数的高阶路由器都变重了，里面的散热也塞好塞满，甚至以我们手上这颗 Archer G800 来说，它直接内建了一颗散热风扇。但是我目前体验下来，这颗风扇的目标并非极致降温，而是偏向辅助控温的角色，所以在没有大量传输之下，它会保持低速运转，玩下来是蛮安静的。平常大概放个 1.5 公尺远的距离，我是没有听到过声音啦，因为其实里面的散热就已经堆了不少了。风扇呢，不是主要的散热手段。不过速度上的提升，我觉得其实不只是 WiFi 7这个时代最大的重点，更重要的是 WiFi 7实际上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从这张规格表上可以看到 WiFi 7不只是速度翻了4倍，频宽也从先前最大的160 MHz 翻倍来到320 MHz。这个提升非常容易理解，就跟马路的宽度相同，现在从160 MHz 翻倍宽度来到320 MHz， 并且大家别忘了 AC 世代普遍都还在80 MHz， 所以 WiFi 6上到160 MHz 就已经很够一般家庭使用了，而 WiFi 7又再次翻倍来到320 MHz， 不只是满足高用量，占未来的意味也非常浓厚。接着另一大改变就是调变规格上的升级，简单来说就是无线讯号的传输方式。
可以看到 WiFi 6和6E 世代都采用1024 QAM OFDMA， 而 WiFi 7则是可以达到4096 QAM OFDMA， 其中4096 QAM 很多厂商都会标示成 4K QAM， 也就是一样的东西。那前后这两个名词要分开来说，1024和4096 QAM 其实就是10 bits 和12 bits 的差异。那 4K QAM 大概可以理解成把东西塞进包裹的方式。用图示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到 4K QAM 采用的是12 bits， 密度明显更高，这让 4K QAM 相较起1024 QAM 有着 20% 的传输效率提升。注意是 20% 哦，这也有助于游戏、串流这类的场景更加流畅。而刚才规格表后面的 OFDMA 技术，代表的是运送封包的方式。举个例子，如果你要将3个包裹装进货车，送到3个地方去，以前只能一次开到1个地方，所以即使包裹里只有1张纸，也要开完一趟。而 OFDMA 则是可以一次装入3个地方的货物，只要开一趟就能送到3个地方，所以有了 OFDMA 的加入，在货车运送的速度和效率上都有大幅提升，这也是从 WiFi 6开始就打下的基础。接着是 MIMO 数量也大幅提升，从880 MIMO 提升到了1616 MIMO。相信长期收看邦尼评测的大家都很熟悉 MIMO 了。简单来说 ，MIMO 就是让一台路由器可以开出更多传输通道的技术。过往在 WiFi 5之下，只能做到让多个使用者进行下载传输，而到了 WiFi 6世代，则是同时下载和同时上传都 OK。而这边写的880，就是可以支援最高8台装置同时上传下载的意思。而到了最新的 WiFi 7世代，直接提升到了1616 MIMO， 也就是可以做到16台装置同时传输的意思，这也能让 WiFi 7可以做到更高的总传输速度。另外还有2个小技术，分别叫做 Multi-RU 以及 Preamble Puncturing， 这2个技术都是为了解决频道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的问题。像是在 WiFi 6之前，每个 RU， 也就是每个传输单元都只能让1个用户使用。而 WiFi 7有了 Multi-RU 之后，就可以让同一个使用者同时使用多个 RU， 提升效率。而 Preamble Puncturing 则是解决频道浪费的问题，系统会自动侦测，并且开通没有运用到的频道空间，提升传输效率。最后就是 WiFi 7最重要的提升，那就是 MLO 网路，英文全名叫做 Multi-Link Operation， 中文可以叫做多重连接模式。简单来说，过往的 WiFi 连接技术，你一次只能连接1个频段，例如你连上 2.4 GHz 的网路，连上5 GHz 的网路，或是6 GHz 的网路，即使路由器提供智慧连线的功能，实际上你只是连接上其中1个频段。而有了 MLO 网路之后 ，WiFi 7的设备就有很多玩法了，例如 STR、NSTR 或是 Single Radio、Multi Radio MLO、EMLSR 等等，很多名词代表不同的频段组合和模式。但是这期节目的目标是让你奶奶也听得懂，所以就用简单的方式说，就是有了 MLO 之后，现在我们就可以自由调度所有频段，那不同的频段组合就可以做到不同的功能和玩法，像是我们可以同时连接上 2.4、5以及6 GHz， 达到更高的传输吞吐量，又或是我们可以自动在3频当中切换，增强连接的调度和稳定性，又或是我们只连上5和6 GHz， 尽可能降低延迟等等。总结一句话 ，MLO 最大的优势就是让你从过往只能连接到某一个频段，现在可以一次连接多个频段。事实上，你要连接4频，像是1个 2.4、2个5、1个6 GHz 也可以做到。在有了 MLO 之后，这些路由器品牌在系统资源调度的调教空间和想象空间就非常大，可以透过更进阶的演算法，让所有频段的资源动态调整。这也是目前我更推荐直上 WiFi 7的主要功能之一。但是要注意 ，MLO 是需要路由器和接收端，例如手机也是要支援 MLO 网路才能启用，所以又是一个占未来的功能啦。但目前最通俗的就是除了 iPhone 以外，大多数品牌今年的旗舰手机几乎都已经上了 WiFi 7了，所以接下来各家跟进的速度应该会非常快。以上就是 WiFi 7的主要更新，以及你一定要知道的重点都尽量简化了，你一定有看懂吧？好，讲完 WiFi 7以及市场现况，最后的时间来带大家看一下 Archer G800 的重点。不过因为时间有限，本集会重点测试为主。Archer G800 的外观设计真的就是完全 gaming， 非常大胆。第一眼吸引到我的就是 G800 的 RGB 配置也是非常豪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 TP-Link 第一款采用大面积 RGB 灯珠的产品，在 RGB 的亮度和均匀度，重点是彩虹灯下的流畅度表现上都非常不错。不只是机身上有 RGB， 前侧和侧边也都有 RGB 配置，向下反射的混光效果也够饱满。
以第一次做大量 RGB 的产品来说，是真的做得不错。Gaming 时的心灵 buff 大概有98%的加成。另外，透过 TP-Link 的 Teaser App 也有非常完整的 RGB 灯效可以切换和选择。当然，你也可以自定，并且你在手机上设定的时候 ，G1800 的 RGB 就会及时变化，让你可以更精准的预览和调整。如果硬要说的话，大概就只差没有接入各家的 RGB 控制面板，但无伤大雅。不过 Archer G800 在这个大胆的双翼当中，其实藏了8支天线在两侧内部，并且透过1376 Mbps 的 2.4 GHz 加5760 Mbps 的5 GHz 以及11520 Mbps 的6 GHz 三频组成，总共18656 Mbps 的超高总传输速度。在系统内也可以成功启用 MIMO 以及 OFDMA。根据官方规格 ，G1800 可以达到 4x4 MIMO 支援。然后前面提到的 WiFi 7功能，包括 MLO、320 MHz 大频宽、4K 框、Multi RUs， 在 G1800 上也全部都支援，并且 G1800 的无线讯号选项上非常丰富，包括你可以开启传统 2.4 加5 GHz 的智慧切换网路，给包含 WiFi 6之前的设备使用，也可以开启独立的6 GHz 频段，给6E 和7使用，然后再打开 MLO 网路，提供给支援 MLO 网路的 WiFi 7装置使用。另外 TP-Link 还有专属的 IoT 网路，你可以再开启独立的 2.4 GHz 以及5 GHz IoT 网路，把家里的智慧电器分离出来管理。最棒的是 G1800 有一个设备隔离的功能，你可以把智慧家电加进来，这样就可以做到内网隔离，避免 IoT 被当成跳板直接攻上内网上的其他设备。最后，你还可以再开访客网路，所以包括 2.4 和5 GHz 的智慧网路一组，6 GHz 一组 ，MLO 一组。IoT 还可以2.4和5G 各一组，然后还可以再开每个频段，总共3组的访客网路。所以如果你全部都打开的话，就可以看到精美的一整排1、2、3、4、5、6、7、8，总共有8组的 SSID 可以分开连线。IoT 也可以再独立隔离出来，非常完整。不过没必要是不用全开啦，毕竟每个 SSID 都需要切一个频道出来使用。规格部分 ，Archer G800 搭载的是 Qualcomm 最新的3频 WiFi 7方案 ，Qualcomm Network Pro 1220 SoC， 拥有 2.2 GHz 的4核心处理器，搭配上2GB 的 RAM。透过 App 也可以直接看到 CPU 和 RAM 的使用状况。并且前面说过了 ，G800 的接孔配置相当豪华，包括给了2个10GB 的实体接孔，这个空间非常大，要拿来串 Switch， 或是小型工作室拿来搭建10GB 内网，连接10GB NAS 等等都很实用。并且旁边还可以看到10GB SFP Plus 的 Combo 接孔，所以下面这个10GB 你可以在 RJ45 或是 SFP Plus 择一连线。另外旁边4个 LAN 全部都是 2.5GB 的接孔，用料完全没在省。左上角这个 2.5GB 接孔是 Gaming Port， 如果是拿来 Gaming 的朋友，主要的机台就是接来这个接孔。连线成功后，就可以在 App 的游戏中心当中看到游戏 LAN 口已经有接上主机了，在游戏时就可以获得最高的传输优先级。我觉得唯一稍微可惜的地方是，目前 WAN 只能在右边这3个10GB 的接孔中切换。如果下一代有机会可以把 WAN 切换到某一个 2.5， 然后让2个10GB 接孔空出来，那内网搭建的想象空间就超级大，完全可以吃到小型工作室的需求。此外，实体电源开关、Reset 按钮、一个 USB 3.0 的接孔和电源接孔也都在后侧。比较特别的是 ，Archer G800 前侧也拥有实体的快速控制面板，像是你可以切换模式，一键开关 WiFi， 一键加速，开关灯效。接下来我们就重点实测一下无线连线效能。从我们画面上可以看到 Galaxy S24 Ultra、ROG Phone 8 Pro、ZenFone 11 Ultra、小米14 Ultra 等等都可以辨识并且连接上 WiFi 7。Android 阵营几乎都有加上 WiFi 7的数字7专属 icon， 而 PC 这边，例如 MSI Cloud 也可以正常连接上 WiFi 7，显示 802.11b1 网路。在连接速度上，我们也是把主流旗舰都凑齐了，来测测看 WiFi 7的连接速度。经过我们实测，包括三星的 S24 Ultra、华硕的 ROG Phone 8 Pro、ZenFone 11 Ultra、小米的14 Ultra、vivo 的 X100 Pro， 在距离 G800 1.5公尺，并且连接上6 GHz 的频段下，最高都可以达到目前这一波接收端的极速5764 Mbps， 超级快啊！而比较早支援的 WiFi 7机种，像是 Google 的 Pixel 8 Pro， 就只能达到2882 Mbps， 但是 MLO、MIMO 这些都还是支援的。另外还有2点关于 WiFi 7的细节可以分享。MLO 非常吃路由器和手机双边的连接状况，系统也会自动切换不同的连接模式。
例如系统一直坚持同时连接 2.4 加5 GHz， 那根据协议的不同，最高速大概就会落在3000 Mbps 左右。只有切到6 GHz 之下，才能达到5764 Mbps 的极速。而第二个细节是，目前 Windows 11针对 WiFi 7的速度显示存在异常，目前连接速度最高就能显示1469 Mbps， 但实际上以我们测试的 MSI Cloud 所采用的 Intel Killer BE1750X 为例，这是一张高阶的 BE 网卡，可以达到 5.8 Gbps， 不过这就是显示异常，速度是远远超过的。这边也随意跑6 GHz 内网测速，最少也都可以达到3到4000 Mbps 以上的表现。而支援6E的机型，包括还没有开通的 Xperia Mark 6、S23 Ultra、Xperia Mark 5、iPhone 15 Pro Max 等等，就会根据各家标识不同，显示 WiFi 6或是6E的 icon， 但都可以成功连接上6 GHz 网路。而 PC 端，我们以 ROG Ally 来示范，可以成功连接上6 GHz 网路，系统就会显示 WiFi 6，也就是 802.11ax。这边也提供6E之下的测速表格让大家参考。6E 机型实测下来，也都可以达到2401 Mbps 的极速。而在空间测速上，邦尼以下一样提供平面图。邦尼一样将主机放在客厅的位置，搭配支援 WiFi 7的 ROG Phone 8 Pro， 分别连接上6 GHz、2.4 加5 GHz 智慧切换和 MLO 3个模式进行实测。在邦尼的测试中，距离主机1公尺的位置，连接速度在6 GHz 和 MLO 之下，都可以达到6 GHz 的极速5764 Mbps。5 GHz 之下，同样可以达到极速2882 Mbps。接着是隔了一道墙的办公区，从这边开始 ，MLO 和独立连线6 GHz 的差异就开始出现了。在连接速度上，6 GHz 之下最高可以达到3459 Mbps， 而在 MLO 之下，虽然偶尔还是会跳到6 GHz， 但系统主要还是选5 GHz 为主，强化连接的稳定性，所以极速就是2882 Mbps。智慧切换同样也在5 GHz， 达到极速2882 Mbps。接着是更远的拍摄间 A， 这边的6 GHz 速度来到2305 Mbps， 有一段下降，所以在 MLO 之下，系统同样选择了更稳的5 GHz， 连接速度可以达到2882 Mbps。智慧切换同样也是5 GHz， 2882 Mbps。接着我们到讯号最严苛的阳台 ，G800 的连接速度还是很强啊。之前 WiFi 6时代，我们测阳台，就算表现很好，也就是在500 Mbps 上下。G800 在6 GHz 之下有比较明显的衰减，但依旧可以达到864 Mbps 的表现。MLO 和智慧切换之下，系统则都选择了更稳定的5 GHz 连接，也都达到一致的1152 Mbps。这边也提供先前有测过的 WiFi 6机种 Deco X90 在单机下的表现供对比。最后这一台的另一大优势就是有2个是 Gbps 的 WAN LAN 接口嘛。我们这边也透过搭建2台 PC 进行 iPerf 3的测试。首先进行模拟伺服器到设备的测试，也就是 WAN to LAN。经过我们实测，平均传输速度可以达到非常舒服的 8.56 Gbps。而如果是测内网设备间的传输，也就是 LAN to LAN， 同样可以达到平均 8.51 Gbps 的表现。对有搭建10G 内网需求的朋友来说，有2个10 Gbps 的网口是真的很舒服。唯一期待只有 WAN LAN 口可以把一个做到 2.5 GB， 这样就可以把2个10 GB 接孔释放出来，那就真的超级好用了。而在附加功能上 ，Archer G800 通常是该有的都有，包括 VPN 系列功能、Net 导向、DMZ 转发都有。G800 也支援 Easy Mesh 的功能 ，App 里面也可以找到家长监护的功能，限制家中成员每日上网时间，并且针对内容进行过滤和控制。另外 ，G800 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拥有专属的游戏中心。系统除了会自己侦测你在游玩的游戏，并且进行加速之外，你这边也可以直接登入，并且挂上 WT Fast。另外，你也可以设定独立的通讯部转发规则。还有就是刚才已经有介绍过的游戏专用 LAN 孔，系统会直接让接上这个接孔的设备拥有最高的连线优先级。好啦，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2个重点：如果你已经确定要入手高阶路由器，真的建议直接看看 WiFi 7路由器。无论是在无线协议、规格、散热或是接孔配置上，或许都能找到差不多价位，然后规格拉一大把的选择。第二，今天把 WiFi 7的所有重点都尽量带了一次。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没有提到的，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